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九哥。印度，一个在我们印象里极具神奇的国家，它是四大古国之一，拥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然而在这么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里，却存在着极为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他们将人分成了4个等级，从高到低排列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而在这4个等级之外，还存在一个被排除在等级之外的人群，名为达利特人。这些被排除在等级之外的人，直到目前都还过着非人的生活。虽然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政府层面颁布法律废除了这种不平等的种姓划分制度，但是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贯彻了3000多年，每个人都已经把这种观念潜移默化般烙印在了心里，这导致政府颁布的这项指令形同虚设。可以说，种姓制度对印度人的影响已经非常根深蒂固，在短时间内根本难以改变。在印度，种姓制度影响主要体现在低种姓阶层和种姓之外达利特人身上尤为凸显。首陀罗占印度总人口的 50%， 也是4大种姓中的低种姓，而达利特人地位比首陀罗还低，但人口却多达 1.7 亿人，占印度总人口的 16%。在当今印度的一些农村地区，达利特人依然走路要避着人，不能让影子落到他人的身上。老一辈的达利特人甚至边走边要扫掉自己的脚印，以免污染他人。达利特人尽管处于社会最底层，但令人可悲的是，他们之间还互相看不起。宰杀者看不起逮老鼠的，而逮老鼠的又瞧不上掏粪的，这就是他们之间的鄙视链。本该团结的一群人，却是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种姓制度正式建立以前，印度人民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等级划分。那时的印度所处的社会形态与原始社会相似，然而随着古印度人民的灭亡，高加索人和雅利安人逐渐占领了印度地区。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武力侵略之后，他们最终将整个印度的领土收入囊中。雅利安人原本择居在印度西北部的一片草原上，他们从中亚而来，随着人口增加，部落扩大，贫瘠的草原已经难以满足生存需要。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开始寻找新的家园。而在雅利安人来到之前，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的是达罗毗荼人。达罗毗荼人皮肤黝黑，鼻子扁平，有着自己的语言与宗教，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一直平静地生活着。他们以农耕畜牧为主，直到雅利安人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平静。当时正在积极寻找立身之地的雅利安人盯上了物产丰富的古印度地区后，他们便从北向南进发，跨过终年白雪皑皑的帕米尔高原，向古印度地区进军。最终雅利安人从连片山脉中的一个小洞开伯尔山口来到印度地区。雅利安人很快凭借自己的先进军事力量战胜了达罗毗荼人。在雅利安人统治了这片土地后，便开始建立瓦尔纳制度。达罗毗荼人战败之后，顺理成章成为了雅利安人的奴隶。由于当时的雅利安人数量较少，为了平衡所有人民在各个社会领域中的权利和地位，他们创建了瓦尔纳制度，也就是种姓制度的前身。对于雅利安人来说，最初将人群进行分类，并不是为了区分各个阶层的社会地位，而只是为了合理的社会分工。毕竟，如果想让少数人民完成大量的社会生产任务，合理的分配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后，雅利安人人口开始猛增，社会的分工也开始细化。这时候雅利安人内部也出现等级分化，种姓制度也就开始根据雅利安人所传说的猿人普鲁沙巨人的故事进一步完善。猿人梵语名为普鲁沙，伊犁据吠陀中至猿人歌所载，此神具有千头千眼千足，为现在过去未来之一切，乃不朽之主宰。他的身体各部分幻化为众生，嘴巴变成婆罗门，双臂变成刹帝利，双腿变成吠舍，双足则成为首陀罗。由心中生出月亮，由眼中生出太阳，由气息中产生风，由肚脐部分生出空界，由头上生出天界，由脚上生出地界。种姓制度不同阶层由此而生。这里九哥想提一句，印度这个猿人传说是不是挺像中国这边的盘古开天地？那么这两故事之间究竟有没有什么渊源呢？这个以后我会专门做一期来讲一下。
好，我们继续往下说。首先，最为珍贵的第一等级为婆罗门，他们主要群体为祭司和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以及享受奉献的权利，负责垄断文化教育和报道农时季节以及宗教话语解释权，属于社会最顶端的贵族群体。第二等级为刹帝利，他们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他们听命于婆罗门的思想教训，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特权，主管军政，负责守护婆罗门阶层的一切安全保障。第三等级为吠舍，是普通雅利安人，政上没有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2个等级，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方面工作。第4等级为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原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从事社会体力劳动，属于低级别的职业，如服务生、做饭的高级佣人和工匠、农民等。在印度，首陀罗是占比人口最多的种姓。在以上4个种姓之外，还有第5类人达利特，也被称为贱民。达利特人多从事最低贱的职业，比如搬运尸体、掏粪、拾荒捡垃圾等。贱民在印度不算人民，不入4大种姓之列。贱民的来源，据推测可能是印度雅利安人来到印度次大陆以前的原住民，也可能是罪犯或战俘及其后人等。在雅利安人占领印度后，与这里的原住民接触过程中，大概率被土著人传染过印度的本土病毒。这些病毒对于长期存在土著人影响不大，但是对于之前没有接触过的雅利安人却杀伤力极强。于是雅利安人便把这些土著人定义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并制定了一套规则来限定土著人与雅利安人的接触，比如雅利安人不吃贱民的食物，不触碰贱民接触过的物品，甚至连贱民的脚印也不能踩到。当然，贱民更不能主动接触雅利安人，甚至连影子也不能落到雅利安人身上。就连雅利安人内部也建立了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就是达利特人的由来。在这种种姓制度下，使得在印度女方出嫁成为一种义务，而且是滚雪球式的。在印度，种姓制度的高价低娶婚姻习俗中，男性的结婚对象是同种姓和低一级别的女性，女性的结婚对象为高种姓及同种姓的男性。低种姓女性可通过嫁给高种姓男性改变自身社会地位，高种姓女性的适婚对象则受制限制，不能找低于自己种姓的男性。为此，女方家庭不得不为此付出昂贵的嫁妆，女方嫁妆的价值平均占到了新婚夫妻婚前财产的 68%， 约是女方家庭6年的收入。婚后，男方仍可向女方家庭索要嫁妆，持续数年之久。于是高种姓男子常以烧死自己的妻子，并伪装成自焚或厨房意外来重新娶妻，以此可以索取更多的嫁妆。这便是印度称为所连坟妻的社会现象。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此类案件在印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5年度案件记录显示，已确认及被报道的死亡人数，包含受焚而死者，计有7026人。2007年案件数升至8093起，2010年的数据则达到了8391起。这么计算的话，每90分钟就有一位新娘被杀。而达利特人则是被排除在这个婚配生态链外，因为4个阶层都是不允许和达利特人有婚姻关系。假如他们发生了爱情，那么这个家族的人们会因为太过于蒙羞而将他抛弃，甚至杀害。在印度，要想改变自己的种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你后天再怎么努力奋斗，也几乎无用。他们从出生那刻起就注定了人生的轨迹。不仅如此，种姓与职业基本是挂钩的。比如一个掏粪的达利特人，如果想去当卡车司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吠舍阶层会让他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这里再说下最可悲的达利特人，他们被排挤在种姓之外，通常从事着最肮脏和最辛苦的工作。据统计，每年都有数十人在清理污水管道和掏粪时死于窒息。2014年5月27日，在印度有个关于达利特人的报道震惊了世界。印度北方邦的农村，3个达利特少女因为老板给的工钱太低，要求老板每天增加3卢比的收入，3卢比约合人民币 0.28 元。结果被老板伙同警察侮辱，有2人被吊死，1人下落不明。
印度根据这个事实案件还改编拍了一部名叫《第15条》的电影，来抨击印度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现象直到今天还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1947年印度独立的时候，婆罗门只占印度总人口的1/25。然而讽刺的是，这一小部分占据了整个印度绝大多数高官要职。种姓制度可怕之处主要还要体现在低层级的群体之中，在人口多达 1.7 亿的达利特人的身上尤为明显。他们的地位甚至比首陀罗还要低。他们地位低到什么程度呢？即使是在现在的印度，在一些偏远农村地区，达利特人在路上走路时依然需要小心翼翼，绝对不可以让影子落到他人的身上。年长的达利特人，他们甚至为了避免污染到其他人，还会边走路边扫掉自己的身后的留下的脚印。达利特人是不被允许进入印度教任何寺庙，也不能被教导阅读。他们被禁止从村里的井中取水，因为他们接触会污染其他的水。他们不得不住在村庄边界之外，无法穿过高种姓成员的社区。如果婆罗门或刹帝利靠近，则不可接触者应将自己的脸朝下扑倒在地，以防止他们不洁的影子会接触到更高种姓的人。虽然达利特人处于种姓中的最低层，但让人感到可悲又荒唐的是，他们之间还相互歧视。在印度种姓制度下，作为贱民阶层的达利特人常年受到高种姓群体的压迫，人间惨剧层出不穷。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此前公布的一项统计显示，印度达利特阶层2016年所遭受的暴行高达4万多起，且呈连年上升趋势。作为达利特女性更是惨上加惨，她们不仅要承受家里的不平等待遇，到了社会上也经常被人们唾弃和羞辱。另有官方数据显示，印度平均每天至少有4名达利特女性遭到强奸，这还是基于各地警方受理的案件，实际数字可能更多。2022年1月，拉贾斯坦邦一名达利特男子遭人殴打后被迫喝尿。另一起事件为在奥里萨邦，一名达利特男子就因为拒绝重复出资翻修村中的寺庙，受到村中长老会的羞辱，让他用鼻子擦干净地上的唾沫。类似此类的恶性案件在印度数不胜数。那么有人会问，低种姓的人这么多，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洗得太彻底了。婆罗门教后来改称为印度教，被所有印度人所信奉。教义上说众生平等，大家的灵魂是一样高贵的。然而他们的解释又是说，这仅仅是精神上的平等，身体上则不然。高种姓之人的身体生来就是干净纯洁的，而低种姓之人的肉体则被污染。这就等于解释说，我并不歧视你这个人本身，因为神说我们都一样高贵，我只是歧视你那肮脏的肉体而已。那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肉体不再肮脏呢？这辈子就别指望了，但这一世只要你勤勤恳恳积累功德，服务于高种姓人，然后到了下辈子就可以重新投胎到高种姓人家。所以达利特人从来不抱怨，他们内心都有自己追求和目标，那便是默默等待，等待这辈子熬完之后，来生便可以转世到婆罗门家族之中享受荣华富贵。就因为如此，一直被这种思想长期 PUA 洗脑的达利特人已经对这种观念深信不疑。从内心的思想层面到外部的种族不团结，导致达利特人想用武力反抗来推翻这种不平等，基本上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众生平等的观念曾经在印度佛教兴起的时代，也还是相对压制住了种姓制度这个社会思想。可惜的是，随着佛教在印度的消亡后，种姓制度又再度复燃，甚至更甚。希望在未来，印度可以再次出现一位像释迦牟尼这样的圣人，或许只有这样，才可能重新将印度这种不平等的守旧观念给打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继续分享自己的看法，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